堂，夫妻对拜。站住！什么人？裴府大婚吉日，岂容闲杂人等无乱闯堂？我要找我的女儿！怎么回事？哪来的叫花子敢闯裴家喜堂？真是晦气！裴府安保这般疏漏，什么人都能放进来？哪里来的晦气东西，敢冲撞我儿大喜？下人何在？速速把他们拖出去杖责！娇娇，娘终于找到你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市井出来的女子，亲戚自然也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只是我没想到，竟上不得台面到这个地步，连2个乞丐都敢来认亲。夫人慎言，我们不是乞丐。不是乞丐？那你看看你们这身打扮，鞋上还沾着泥，衣裳都洗得发白了。今日来的都是京中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们这样的人站在这里，不是乞丐是什么？许是听闻沈姑娘嫁进裴家，赶着来攀亲的。卖豆腐的攀上裴家，乞丐再来攀卖豆腐的，倒也一环扣一环。裴公子这亲事真是热闹。你们娇娇，今日是什么日子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若是你那边的穷亲戚，你就让他们先出去，有什么事拜堂之后再说。我不认识他。不认识还不赶出去？难不成要让这2个脏东西污了我裴家的喜堂？这是你出生时带的长命锁，当年你丢失，只剩半枚留在娘这里，娘寻了你20年，日日夜夜都盼着能把另一半找回来。娇娇，你不是我们亲生的，而是我们在城外破庙捡到的。那时你才1岁多，怀里揣着半枚玉锁，还有一块染血的襁褓。娇娇，若有一日有人拿着另外半枚玉锁来寻你，你要问清楚，他们若是真心找你，你便认；若是来骗你银钱，你就把门关紧，别心软。这是你小时候裹过的，你那时最爱攥着娘的袖子，谁抱你都哭，只有娘一哄你，你才肯睡。半枚玉锁，一块破布，就想认女儿。本宫若让人从户房里寻出几件旧物，是不是也能认个失散多年的女儿回来？公主说的是，如今骗子的手段多得很，知道皎皎今日嫁入裴家，便故意拿这些东西来讹人。沈皎皎，你虽出身低些，可今日好歹是我裴家的心腹。你若还想进这个门，就该知道什么叫规矩，什么叫体面。别什么阿猫阿狗一叫你，你都往上认。我不是骗子，我真是他娘。住口！你配在我裴家的喜堂里自称娘？爹，娘，娘找了你20年，娘终于找到你了。沈皎皎，沈皎皎，你疯了！你当真要认这2个乞丐？他们不是乞丐。好，好得很。为了2个来路不明的穷酸东西，你连裴家的脸都不要了。沈娇娇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让他们滚，跪下向我母亲和公主赔罪。我可以当你一时糊涂。跪下？你要我跪谁？自然是跪裴家，跪公主，跪今日被你搅扰的满堂宾客。你一个卖豆腐的，裴家肯娶你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罢了，还敢当众让裴家难堪。裴夫人何必与他动怒？低贱之人果然只配与低贱之人为伍。他今日认了这2个乞丐，倒也算认清了自己的命。从我进裴府开始，他就在看笑话。他喜欢裴燕之，这不是不依命。沈娇娇，我能娶你也能不要你。你离了裴家，不过还是青石巷那个卖豆腐的。你想清楚，出了这条门，没人会再要。这亲我不成了。沈皎皎，今日宾客都在，公主也在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。裴家愿娶你，已是给足了你体面。你从前在青石巷卖豆腐，满身豆腥味，京中多少人笑我裴燕之自降身份，难道不是？
若非我点头，你以为凭你一个卖豆腐的女子能进裴府正门？如今拜堂在即，你却让2个来路不明的乞丐闯进来认亲。沈娇娇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不识抬举。燕之，你同他废什么话？他若懂事，就该立刻让这2个东西滚出去。若他不懂事，这亲不成也罢。我们裴家再落魄，也不至于娶一个带着乞丐爹娘进门的儿媳。裴夫人说的也有理，娶妻娶贤，若娘家全是这等货色，往后岂不是日日上门打秋风？听说审计斗坊赚了不少银子，谁知道是不是这些穷亲戚闻着银味来的？裴公子，你要娶的是我的女儿，不是她的出身。她凭自己双手挣来的家业，不比任何人低贱。你的女儿，你也配？别说了，今日是皎皎大喜的日子，我们只看看她，看看她过得好不好就走。皎皎，娘不求你认，娘知道你今日嫁人，不能让你为难。你若过得好，娘就放心了。现在知道不求了，方才闯进来的时候怎么不知道？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，嘴上说着不求，心里算盘打得比谁都响。今日若让你们认下了这门亲，明日是不是就要搬进裴府？后日是不是还要我裴家替你们养老送终？我们不是。裴夫人何必动怒？市井人家嘛，规矩浅些也是常事。沈皎皎，本宫倒想看看，你是要裴家的门楣，还是要这2个来历不明的乞丐？沈皎皎，我只问你一句，这2个人，你认还是不认？你若说不认，我得当今日之事从未发生。拜完堂，你还是裴家的少夫人，往后审计斗坊也有裴家替你撑腰。可你若认了他，就别想进裴家的门。不止如此，今日你若敢为了2个乞丐打我裴家的脸，往后整个京城都不会有你沈皎皎的容身之处，审计斗坊也别想再开下去。我从青石巷一路走到今日，靠的从来不是裴家赏的一口饭，他们凭什么以为只要拿裴家的门楣压我，我就会弯腰？沈娇娇，真的是你，皎皎，娘的孩子。裴家嫌我出身低，嫌我满身豆腥味，嫌我爹娘衣衫破旧。既如此，我沈皎皎不敢高攀。你以为裴家是什么地方？容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不是你们说的吗？我认了他们，就别想进裴家的门。现在我认了。你今日走出这个门，往后别哭着回来求裴家。裴夫人放心，我沈皎皎卖豆腐也卖得堂堂正正，便是回青石巷守一辈子豆腐房，也不会跪着裴家的门。你个逆女，你敢踏出这个门！沈皎皎会后悔的。皎皎，别怕，今日他们踩你的，娘会让他们跪着还回来。娘，方才让您受委屈了。不委屈，你肯认娘，娘便什么都不委屈。爹娘，今日我原本该带你们回审计斗坊的，只是我这一身假衣太招眼，若从正界走，怕又惹人围看。咱们从后巷绕回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沈皎皎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方才堂上人多，我给你留了几分颜面。你若现在让这2个人离开，再随我回去向母亲和公主赔罪，今日的事我依然可以当作没发生。裴燕之，你所谓的留颜面，就是让我跪下认错。皎皎，你别太倔，
女子嫁人最要紧的是归宿，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市井女子，好不容易有机会进裴家，难道真要为了2个来路不明的人，把后半辈子都毁了？我已经有父有母了。你非要如此？是。好，那你记住，今日是你自己不要裴家的门楣，往后审计斗房若出了什么事，你也别来求我。他从未将自己当作妻子，只当是带着嫁妆填补亏空的一笔账。裴公子放心，我沈乔乔就是卖一辈子豆腐，也不会去裴家门前求你。但愿你别后悔。角角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今日成亲吗？这是我爹娘，家里简陋，爹娘先将就住着，等明日我去给你们添几身衣裳，再买2床新被褥。不用不用，我们有地方住，不麻烦你。您是我娘，怎么叫麻烦？娇娇，这些年你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挺好的。早些年苦一点，后来豆坊生意起来就不苦了。您看，我还有自己的铺子呢。我儿吃了很多苦。没有，养父母待我很好，他们教我手艺，教我做人。若不是他们，我活不到今日。该谢。往后若方便，带我们去他们坟前磕个头。好。怕爹娘嫌素，绝把这块肉也做上。别切了，这肉留着你吃。今日认亲，总要吃顿好的。娘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烟熏着了？娘只是想，若你在家里长大，哪里用得着这么能干？能干不好吗？我靠这双手养活了自己，也撑起了审计斗坊，从来没偷过懒，没靠过任何人。好，我的角角特别好。娘，你也吃点肉，别总给我夹。爹娘，你们一路奔波受累了，先洗漱歇歇。我明日一早便去给你们买新衣裳，今晚只能先委屈你们穿我的旧外衫，将就一下。不委屈，一点都不委屈，有的穿就很好了。娇娇，你怎么喝成这样？娘，爹，我不怕的，我一点都不怕。爹知道，可是我怕你们跟着我受苦，裴家不会善罢甘休，昭宁公主也不会放过我，还有斗方的伙计们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孩子都这样了，心里还处处想着我们。侯爷，
我忍不了了。他今日在大婚喜堂之上受尽了毕生屈辱，回来之后半句委屈不提，先给我们烧水铺床做饭安顿，方才醉酒糊涂，心里惦记的都不是自己退婚之后如何立足如何收场，偏偏是怕我们刚刚寻回他就要跟着他一起吃苦受累。这孩子怎么懂事成了这个样？万幸，他没有被俗世苦难养歪半分心性。是啊，他半生清贫受尽搓磨，却知恩念旧重情重义，一身傲骨从不低头。裴家满门富贵全是压人，逼他当众受辱下跪，他依旧坦荡磊落，毅然认下我们这对落魄爹娘。可裴家根本不配他半分真心。裴家自然不配。裴燕之口口声声情深意重，非他不娶，可大婚当日，眼睁睁看着裴母当众折辱他的尊严，看着昭宁公主步步紧逼，逼他下跪受辱，全程冷眼旁观，无半分维护。这般凉薄自私之人，若皎皎真的嫁入裴家，才是彻底坠入无底火坑，终生难安。这门亲事退得极好。只是单单退亲远远不够。我们寻了皎皎这么多年，只查到他被沈家夫妇收养，靠斗房立身。可他这些年到底受过多少委屈？裴家又是从何时开始算计他的铺子银钱，还没查清。所以你方才在喜堂才迟迟不肯亮明身份。没错，今日若是当众亮明侯府身份，裴众人只会瞬间惊惧跪地俯首请罪，昭宁公主也会立刻推脱装傻，一句全然不知情，便能将所有文过错轻轻接过。到那时，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口头斥责，讨几句公道，根本伤不到他们丝毫根基。可若是让他们继续得意，任由他们出手断他铺面，毁他名声，逼他低头认错，他们亲手留下的算计与恶行，才是最致命的实证。侯爷，双线盯紧，一边死死盯住裴家上下所有人的一举一动，宁宫中所有动向；另一边密切在喜堂受了奇耻大辱，心气难平，绝不会就此作罢。我要他们每一步算计，每一处恶行都清晰在册，无一遗漏。属下遵命。那就让他们再多得意几日，等所有证据确凿、罪证齐全之日，我定要裴家满门、昭宁公主，通通跪在咱家面前，痛哭流涕，后悔认错。娇娇，天还早，你再回屋睡会儿，衣裳娘帮你补好。这袋黄豆放哪里合适？爹，您放着就好，我来弄。你教我怎么做？你这些年吃苦受罪的日子，我们没能陪着你，替你分担。如今回来了，能替你做一点，便是一点。是啊，娇娇，豆房里所有粗活累活，你只管吩咐我们，我们不怕累，只想多帮你。沈姑娘，实在对不住，往后我们酒楼的豆腐不能再从你家拿货了。掌柜，这是为何？昨日我们说好，今日还要加订货品。我也是身不由己，有人特意放了话，全城各家商铺酒楼，但凡再敢用审计豆方的货，便是公然和裴家作对。沈姑娘，昨日你大婚退婚，确实解气，足够硬气。可裴家根基深厚，人脉遍布京城，你一个孤身姑娘，何苦硬碰硬，白白毁了自己的生计。为什么合作？不再进货。裴家这是真的动手打压了，娇娇这次怕是真的难撑过去了。一介市井卖豆腐的商户，怎么斗得过底蕴深厚的世家巷子？娇娇，这可怎么办？没事的，娘。店内10几名伙计待养家，2间铺面需周转备货，订单断绝，货品滞销，黄豆积压，资金断裂。不出半月，数年心血的豆方必将崩塌。彻底看清裴之昨夜狠话并非气话，是步步为营，执意逼他走投无路，低头求饶。退便退了。审计豆坊从来不是靠裴家的情面起家，自然也不会因裴家一句打压就轻易关门倒闭。沈姑娘倒是一身硬气，
就真点令人佩服。一身硬气不能当饭吃，你现在肯低头，随我回裴府赔罪，我还能替你留几分余地，保全你的日子。裴彦之，你做梦！沈娇娇，你当真以为仅凭你一间小小的豆腐铺就能和底蕴深厚的裴家抗衡？裴家若真有通天本事、名门体系，又何必靠断掉我这几单小生意来给自己立威？放肆！你早已被裴家退亲，一身污点，也敢用这种语气跟我家公子说话？退亲？昨日满堂宾客亲眼见证，是我沈皎皎当众摘下凤冠，拒婚不嫁，是我弃了裴家，不是裴家弃我。皎皎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随我回裴府，向我母亲、向昭宁公主诚心认错。你若舍不得这两位老人，我可以让人在城外置办宅院，每月送足米粮银两，保他们衣食无忧，如何？我的爹娘住哪里吃什么，我自己能养能安顿，就不劳裴公子假惺惺施舍，我们高攀不起。好，很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这身硬骨头究竟能硬撑到几时。对了，昭宁公主今日听分，你竟敢不顾责罚，执意开门做生意，心中十分不悦。公主金枝玉叶，最是容不得旁人忤逆。沈娇娇，你最好祈祷，你这小小豆坊从上到下干干净净，挑不出半分错处。娇娇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裴家施压也就罢了，那可是昭宁公主，皇家贵人，她要是真盯上了你，我们平头老百姓哪里有半点招架之力啊？开门，今日的豆腐照常售卖。东家，万一裴家和公主真的发难，我们没有万一。心里害怕的现在可以先走，我绝不怪你们。愿意留下干活的，今日工钱翻倍计算。东家，我留下。当初若不是您好心收留我，给我一口饭吃，我早就饿死在街头了。我绝不能在您难处的时候跑路。我也留下。咱们沈记豆坊用料实在，干净本分，街坊邻里都心知肚明，我们没做过半分亏心事。好，干活。明知道离别苦，百转千回不堪言。谁是沈娇娇？谁是沈娇娇？我是。有人告你沈记豆坊炙手异物，害贵人腹痛不止。来人，查封铺子！胡说！我们豆腐都是今日现磨现做，怎么可能害人？公府办案，轮得到你插嘴？敢问是哪位贵人吃了沈记的豆腐？何时买的？买了多少？可有人证物证？问这么多做什么？带回衙门，自然有你说话的时候。别碰我女儿！有话说话，别动手。你敢抗官？好啊，一个卖豆腐的铺子还敢抗官！来人，把他们全拿下！京兆府何时改了规矩？没有壮士，没有苦主，没有验看，便能随意拿人封铺。你是何人？官府办案，少管闲事。既说有人腹痛，总该有病案；既说是审计豆腐所致，总该有余下的豆腐作证。若什么都没有，便砸铺拿人，是办案还是奉命巡行？你少血口喷人！那便去请京兆府尹过来，当着街坊的面审。正好我也想听听，哪位贵人吃了哪一块豆腐，能让官差连查验都少了。今日先封铺，等查明再说。不行，你还敢拦？沈记豆坊的豆腐每日卖给哪些人？账册上写得清清楚楚。今日你若说有人吃坏了，我可以跟你去衙门，也可以请郎中验看。
但你没有凭据便砸我的铺，封我的门，我不认。不认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他是苦主，民仆被砸，货物被毁，自然可以不认。好，你要凭据是吧？给我搜！站住！头儿找到了。沈角角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后院藏着馊水，谁知道是不是掺进豆腐里害人？证据确凿，封铺。沈角角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角角，这桶水不是沈记的。哼，在你后院搜出来的，你说不是就不是？诸位都是看着沈记豆坊开起来的。我沈角角做生意这些年，可曾卖过一块脏豆腐？可曾短过一文秤？可曾害过一个人？这水是馊的，但桶是干的。若这桶馊水在后院放了许久，桶底必有潮痕，木缝也会进味。可这桶外壁干净，只有桶口有水渍，显然是刚倒进去不久。而这位小哥鞋底沾的泥正与后院湿土一样。方才差役进门时，他人还在巷外，为何鞋底会先沾上沈记后院的泥？一派胡言！是不是胡言？把人送去京兆府一问便知。沈姑娘，你敢不敢击鼓鸣冤？你可想清楚了，登文谷不是菜市口的锣。若是诬告，先打。若是有人砸我铺子，栽赃陷害你，那也得看你告不告得赢。这不是沈记豆坊的沈姑娘吗？听说昨日刚退了裴家的婚，今日又来告官，她是真不要命。何人击鼓？民女沈角角，状告裴府仗势欺人，指使官差砸毁沈记豆坊，又以苏水栽赃，欲毁民女生计。裴府，你可有证据？豆坊伙计街坊皆可作证，还有裴府小厮曾提前出入后院，鞋底沾泥。沈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裴府乃世家清流，岂会与你一个小小豆坊过不去？那便请大人升堂审问。府尹大人今日不在，你这状纸先留下，回去等消息吧。等多久？官府办案自有章程。行了，别堵着府门。你们这分明是不想管！你又是什么人？他爹。哦，就是昨日裴府喜堂上闹事的那个乞丐。你说话放尊重些。沈角角，别以为敲了登文鼓就能翻天。京城不是你的青石巷，也不是你的豆腐坊。状纸留下，人滚！角角，醒起来！京兆府尹不在，本王倒想知道他去了何处。殿下，本王奉旨巡查京中民生，亲眼见沈记豆坊被砸，亲耳听见苦主击鼓鸣冤。京兆府不升堂，不收状，是谁给你们的规矩？殿下恕罪，是小人一时糊涂。四皇子，他竟是四皇子殿下！去请府尹，若请不来，便请御史台来。还不从实招来！小人只是奉命行事，是裴公子身边的让小人把馊水倒进沈记后院，说只要阻止沈记不洁，沈姑娘自然会回裴府求饶。殿下，此事，请大人传裴彦之对质。沈姑娘，这苦主所请合乎律例，传。沈角角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裴公子，这里是公堂。公子救我！小人都是按您的吩咐做的。胡说！我何时吩咐过你？是您身边的长随亲口交代的，还给了小人10两银子，说事成之后再赏20两。一个奴才攀养，也能算证据？你一个卖豆腐的女子，若非我裴家抬举，
你连进裴府大门的资格都没有。如今攀上了四皇子，便以为能反咬裴家一口。裴彦之，我今日告你，不是因为怨你不娶我，是因为你砸了我的铺，毁了我的货，想断我生路。我卖豆腐不丢人，丢人的是你一边嫌我市井低贱，一边又惦记我的铺子名气。昭宁公主到。本宫倒要看看，是谁敢审本宫要护的人。下官见过昭宁公主。四皇兄今日好兴致，竟管起豆腐坊的闲事来了。百姓击鼓鸣冤，京兆府升堂审案，是国法，不是闲事。国法？一个市井女子，昨日大闹裴家喜堂，今日又攀扬世家公子，四皇兄不觉得她太会惹事了吗？公主明鉴，臣与沈姑娘曾有婚约，不忍把话说得太难听。可她今日所为，实在是因退婚生怨，故意坏裴家名声。裴彦之，你敢不敢说，那小厮不是裴府的人？是裴府的人又如何？一个奴才手脚不干净，难道也要主子担罪？既是奴才作恶，便打断腿发卖。至于裴公子，不过是管束不严。公主一句话就能把杂铺栽赃说成奴才作恶？沈皎皎，你在质问本宫？民女只问公道。公道？你一个卖豆腐的，也配同本宫谈公道？哦，本宫险些忘了，你昨日不是还认了2个乞丐爹娘？怎么今日也带来公堂壮胆？他们不是乞丐。不是乞丐是什么？沈皎皎，你自己低贱也就罢了，还偏要拖着2个脏东西到处丢人现眼。裴家不要你，是裴家清醒。公主身份尊贵，便能随意辱人父母？沈皎皎，你放肆！长子，四皇兄，你为了一个卖豆腐的拦本宫？他是击鼓鸣冤的苦主，案子未结，谁也不能动他。好，好得很，本宫倒要看看今日这案子你敢怎么判。民女沈皎皎，请大人按律审断。是。裴府小厮胆大妄为，私自发下栽赃商户，恶行属实，杖责20，即可发卖。涉案差言履职不严，纵容滋事，罚俸3月，杖责20。裴府管束下人不严，裴府审计豆坊损坏银两50两。此案了结。沈皎皎，你赢了吗？你铺子被砸，名声坏了，得罪了公主，你以为四皇子能次次护着你？沈皎皎，本宫记住你了。皎皎不怕。他记住你了，我也记住他了。今日只能到这一步。多谢殿下。谢我做什么？鼓是你自己敲的，堂也是你自己站住的，谢你自己吧。东家不好了，给咱们供黄豆的3家商户全都断货了。东家，我去城外问问，总有小庄子肯卖。去，价钱高些点。都不卖。他们说有人放了话，谁敢卖豆给沈记，往后就别想进京城的粮食。娘，没事。怎么会没事？你这铺子是你一点一点挣来的。豆坊没了，我还会做别的，只要人还在，就饿不死。沈姑娘，我劝你一句，别犟了。公主想让你关门，你就关。你一个卖豆腐的，跟天家贵人较什么劲儿？多谢掌柜提醒。皎皎，我早说过，别硬撑。裴公子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你何必把话说得这样难听？只要你肯低头，我可以替你去公主面前求情。怎么求？让我跪着向他赔罪，还是让我把爹娘赶出去，再回裴家做你们填账的工具？你非要这样想我？难道不是吗？裴彦之，你从来没有想娶我，你想娶的是沈记的银子，是我会经营铺子的本事，是我嫁进裴家后能替你们撑起来的业业。沈皎皎，人太聪明未必是好事，人太无耻也未必能一直得意。那你就等着看，沈记还能撑几时？豆子空了，订单交不上，订单交不上，
工钱也快要凑不齐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沈姬真的要撑不住。沈姑娘，我们东家听闻沈记做生意实在，愿意先赊货。你们不怕得罪公主？公道买卖，怕什么？全城大粮商皆不敢供货，小小城西粮行绝无胆量公然抗衡公主。大粮行背靠世家都不敢违逆公主，一间不起眼的小粮行凭什么敢冒死帮我？这其中绝对有人暗中撑腰。爹太淡定，娘太慌乱，他们一定早就知道此事，一直瞒着我。一次次怪事叠加，根本不是巧合。我的爹娘根本不是普通流民，他们藏着天大的秘密。他们明明有能力护我，却一直隐姓埋名，装弱避世。看他们这般隐忍心疼，我终究不忍心逼问。昭宁公主令：3日之皇上寿宴，宫中采买民间新鲜吃食，点名审计豆坊入宫御前制豆腐。东家，这哪是采买，分明是鸿门宴。宫外暗处搓磨不死我，便要入宫明着羞辱。昭宁公主就是要毁掉我仅存的尊严，让我彻底抬不起头。娇娇，咱们不去。公主的令你也敢不接？民女去。你竟知他不怀好意，为何还去？躲不过的。公主可以断我的豆，可以封我的铺，可以日日找人来闹。我躲一次，她便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与其被她在暗处一刀刀割肉，不如到众人眼前把这笔账摆开，一味退让只会任人宰割。既然灾祸必遇，那我便主动日去，当众撕开她伪善霸道的面目。想好了，那便去。侯爷？难道我的爹娘是朝中侯爷与侯夫人？所以他们气场不凡，所以有人敢违逆公主帮我。娘是说，后头的事儿总会有法子的。今夜他深夜外出，定然是为了我入宫之事，也是为了遮掩他们的身份。我一定要问清楚所有真相。爹，你和娘到底是什么人？他的为难不是伪装，他在护我，也在忌惮着什么。娇娇，爹现在还不能说。到底是什么秘密，连我都不能告知？为何明明护我入骨，却始终不肯坦诚身份？为什么？再信爹一次。也罢，我信他们。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，护我之心不假，我便再等一等，等他们愿意坦禅的那一天。好。这就是那个卖豆腐的。听说大婚当日认了2个乞丐爹娘，把裴家的亲都退了。昭宁公主今日让他进宫，怕是有好戏看了。随他们笑吧。今日越是轻视我、羞辱我，来日打脸便越是响亮。流言蜚语从来伤不了立身端正的人。他也在看我笑话，他巴不得我颜面尽失，以此证明当初退婚是我高攀，是我不知好歹。沈皎皎，听说你审计豆腐干净得很，今日便当着父皇和满朝文武的面做一回。民女遵命，我越是卑微顺从，他越是不肯罢休，但我只能先接下刁难，再伺机破局。不过宫里规矩多，你一个市井女子，手脚粗笨，若冲撞了贵人，可别怪本宫不留情面。民女只会做豆腐，不会冲撞人。牙尖嘴利。他故意将我置于大殿正中，让所有人俯视我、嘲讽我，用尽一切方式践踏我的尊严。我不靠家世立身，凭手艺吃饭，堂堂正正，无需自卑，更无需怯懦。裴公子，你说他这双手日日磨豆腐，若当真嫁进裴府，岂不是脏了你们家的门楣？臣从前识人不清，险些误了家门。原来我真正放下的一刻，不是争执，而是彻底无感。从此，裴燕之于我，只是路人。怎么不借你那2个乞丐爸妈？本宫还想瞧瞧，能养出你这样女儿的人是什么模样。我可以受辱，但绝不允许任何人诋毁我的爹娘。他们护我周全，不容旁人肆意践踏。四皇兄不必急着护他，本宫今日只是闲话家常，难不成连问一句都不行？他们不是乞丐。那他们是什么？莫非还是侯门贵胄？定国侯到。
定国侯、侯夫人，你们来的正好。小乔，娘是不是来晚了？娘，你们是定国侯府的人？是。娇娇，爹瞒了你，是爹的错。娇娇就是定国侯的女儿，这喜欢上两个乞丐，原来都是真权贵。谁敢骂的乞丐？那是定国侯和侯夫人，简直胆大包天。侯夫人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沈皎皎不过是青石巷卖豆腐的女子，怎么会是侯府嫡女？公主是在质疑我认不出自己的女儿。陛下，当年臣女在回京途中失散，臣与夫人寻了她20年，近日才确认，青石巷沈皎皎正是臣的亲生女儿。既有玉为证，此事不会有假。定国侯寻女多年，今日父女团圆是喜事。陛下，团圆是喜事，可臣父的女儿这些日子受的辱也是真的。臣请陛下为臣女主持公道。说，大婚当日，裴府满堂宾客面前，裴夫人辱臣父与侯爷为乞丐，骂臣女市井低贱。裴彦之逼臣女在父母与裴家之间二择其一，称他若认下我们，便不配进裴家的门。陛下，臣不知他们身份，臣一时糊涂。不知身份，便能辱人父母；不知身份，便能逼人断亲。退婚之后，裴家指使下人栽赃审计斗坊，砸铺毁货，断我女儿生路。公堂之上证据确凿，却有人以势压案。侯夫人慎言！公主昨日在青石巷当众称我夫妻2人为脏东西，命人掌我女儿的嘴，还要将侯爷拖下去杖打。今日又将皎皎召入宫中，借寿宴之名，让他在满朝文武面前磨豆腐取乐。父皇，儿臣只是同他玩笑，并无恶意。陛下，民女从不觉得卖豆腐低贱，民女养父母靠豆腐养大我，审计豆坊也养活了10几个伙计。公主要看民女磨豆腐，民女可以磨，可公主不该辱我爹娘。皎皎，我从前不知你的身份，若早知你是侯府嫡女，我绝不会。若早知，裴彦之，所以你悔的不是辱我欺我，而是没看出我背后有定国侯府。我贫寒时，你嫌我满身斗腥味，如今我成了侯府嫡女，你又说绝不会，你的真心未免太会看人下菜。皎皎，我别这样叫我，你不配。陛下，这是裴家这些年侵占商户田产，借世家名号逼债夺铺的证据，还有昭宁公主也牵涉其中。小女遭遇之事不过其中之一。你们查我！从你在喜堂上骂我女儿低贱那一刻起，你裴家就该知道会有今日。父皇，儿臣没有，都是裴家挑唆儿臣。公主，父皇，儿臣只是听信谗言，一时气不过。儿臣不知沈皎皎是侯府嫡女，求父皇恕罪。你不知她身份，便可欺她辱她？朕何时教过你，皇族可这样欺压百姓？父皇，沈姑娘入宫前，儿臣已查明青石巷断粮一事确与昭宁宫中内事有关，京兆府案卷也有删改痕迹。四皇公已经帮着外人害我，我帮的是你，不是外人。昭宁骄纵跋扈，欺压百姓，即日起夺封号，禁足宫中，无诏不得出。涉事宫人一并交由内廷审问。裴家欺压良民，构陷侯府嫡女，旧案一并交大理寺重审。裴彦之革去功名，3代不得入仕。不，陛下，臣冤枉！皎皎，是我错了，你替我求求情，看在我们曾有婚约的份上。裴彦之，大婚那日是你亲口说的，我若认下爹娘，就别想进裴家的门。如今我也告诉你，今日之后，裴家的门我嫌脏。沈皎皎，民女在。你流落民间多年，仍自立自强，不卑不亢，未堕侯府门风。今日起恢复定国侯府嫡女身份，赐县主封号，则即日入族谱。皎皎，谢恩。臣女谢陛下恩典。往后不让你受这样的委屈了。
所以这些日子，梁路、郎中、公堂，都是你们在背后帮我。是。为何不早说？爹想看清楚，谁是真心待你，谁是看你身份待你，也想让那些欺你的人把刀全亮出来。可娘后悔了，看你被人欺负，娘心都碎了。我不怪你们。陛下，臣女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这副石墨是养父母留给臣女的，臣女能有今日，既靠亲生父母20年不弃，也靠养父母一饭一衣将臣女养大。臣女想把她带回侯府。准，带回去。往后侯府给他修一间干净屋子。你若愿意，娘陪你磨豆。娘恐怕磨不动，那娘给你烧火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丁国侯府嫡女沈皎皎，品行端良，温婉坚韧，二人听据风骨，天正兼情性相契，良行昭然。四皇子萧景欢心事仁厚，沈皎皎册封为四皇子正妃，则即日完婚。钦此。臣接旨谢恩。臣父谢陛下隆恩，臣女谢陛下恩典。侯府好福气，陛下亲赐良缘，乃是天大的恩宠。以后王妃入主四皇子府，定是一段京城佳话。劳公公奔波，府中备有薄礼，还望公公笑纳。皎皎，我来接你。好。萧景恒，当初你为什么帮我？你真不记得了？很多年前，我偷溜出宫，被一条狼犬追了半条街。是个小姑娘拿豆渣饼引开狼犬，又把我藏进豆坊。是你？你还给了我一碗豆花，笑我胆小。所以你记了这么多年？记了。那你也太会记恩了。救命之恩，自然要以身相许。陛下，如今越发不正经了。只在皎皎面前如此。看见你这样，娘就放心了。殿下待你不错。岳父放心，不敢不好。陛下今日还怕狼犬吗？不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救我的姑娘，如今就在我身边。王妃，南方淮水新一季黄豆供货清单已核对完毕，价目数量皆无差错，只需您最后核验落印。此处水路运费核算有误，江南水路近期调价，按新价更正。存汤之后，下发各分方。是，属下即刻更正，多谢王妃提点。近来南北粮价偏动，各家商户务必稳价售货，不抬价，不囤货，守住市井安本。审计会统一兜底货源，保大家有利可图。王妃仁义，若非王妃牵头规整行规，往年小行乱象商户早已难以立足。诸位各司其职，诚信经营，便是商行长久兴旺的根本。互光互助，方能长久。今日商行商会两头奔波，累不累？日日与烟火账本相伴，踏实安稳，何来疲累？当是殿下朝堂忙碌一日，还要陪我做这市井琐事。朝堂是家国重任，此处是我的寻常心意。能陪你守这份烟火，远比独坐书房休息舒心。不必拘谨，殿下素来不宜繁文丽节，只愿陪王妃自在度日。东家，江南3处分工坊全被人纵火，存放的腐乳、干豆干尽数烧毁。看管工坊的3个掌柜被人打伤，送信的伙计半路遭人劫杀，拼死才把信送出来。王妃，纵火之人腰间佩戴旧外戚府银纹腰牌，是昭宁母族当年逃出去的残余门客，如今隐匿江南，借地方乡绅势力作乱。夫人，江南急报，昭宁已经被夺封号，禁足深宫，没想到他还敢暗中联络旧部报复。当年外戚势力盘根错节，江南不少乡绅早年受过外戚恩惠，愿意替他卖命。这群余孽不只是烧作坊，他们暗中散播谣言，说审计豆制品添加违禁药料，江南百姓人心惶惶，各地商行纷纷终止供货，分明是复刻当年清中断粮丰铺的旧迹，只是换了江南地界动手。烧作坊散谣言断供销，3不连环，是想撤断审计南北产业脉络。昭宁清楚，我便如同当年青石巷无依无靠的豆腐女，再也没有和他抗衡的底气。
四皇子沉迷商贾妇人心智，为一介商户产业调动朝廷兵马，耗费国库银钱，本末倒置，不堪储君之任。娇娇，不如先收缩产业，只留京城总铺运营，江南工坊暂且搁置，免得朝堂文官持续攻胄竞衡，耽误他争夺储位。娘，江南工坊上千做工的百姓，全家生计都绑在工坊之上。我若为了规避朝堂匪夷关平工坊，便是弃数百户普通人于不顾。当年我在青石巷，裴家断我订单，地痞堵我大门，我没有低头。如今产业遍布南北，更不能因为权贵报复、文官匪夷，舍弃依靠我谋生的人。朝堂文官的弹劾折子我全都收下，一一当庭辩驳。陛下已经准我派遣御史南下，今日我便安排人手护送新一批黄豆、制豆器具送往江南，同时带随行郎医医治受伤掌柜。至于那些文官说你商贾出身拖累我早已回禀陛下，审计商行稳定南北粮蔬物价，收留流民做工，每年向缴商税远超世家商铺，与民生大有裨益，何来拖累一说？文官持续弹劾与你不利，储位之争本就凶险，何必为我顶撞满朝文臣？储位是江山百姓的担子，可你是我藏了10年的心意，江山我要守，我亦不会让分毫，二者从不需要取舍。800里加急，3日之后江南急报，当地县令收受贿赂，扣押黄豆船队，查封所有审计分销，全城抵制审计货品。我安排200侯府暗卫随行护理，江南各地驿站、商行分铺均有暗卫据点，于是不必隐忍，直接传信回京。持此玉佩，各地官府军营皆需配合你查案，无人敢拦。一路万事小心，不必事事硬扛。若受委屈，即刻传信回京，我会放下所有事，赶去江南寻你。当年我孤身一人对抗裴家昭宁，尚且能站稳脚跟，如今手握商行、侯府暗卫，你的信物哪里还会轻易吃亏？倒是你，朝堂文官、边关军务两头拉扯，千万保重自身。审视商行东家止步，本官已奉旨查封审计江南所有工坊，你今日踏入扬州城一步，便是冲撞官府禁令。此乃四皇子专属信物，陛下准许我南下核查江南工坊纵火、官员贪腐一案，县令不去追查纵火凶俗，反倒阻拦苦主查案，莫非心中有鬼？不过是皇子随身饰品，岂能对抗本县禁令？昭宁公主旧部早已举证审计货品害人，本官查封商铺乃是为民除害。举证拿出来，何时送检？哪位郎中查验？受害百姓身在何处？一一拿出完整案卷。若拿不出实证，便是你收受外戚贿赂，刻意构陷民间商行，暂且软禁，等候御史南下交接，切勿私刑，留好完整人证物证。东家，工坊烧了，我们全家没有活路，当地县令还不准我们另寻营生，说凡是给审计做工之人，一律不准在扬州境内做工。还有人挨家挨户散播谣言，说吃审计豆腐会腹痛吐血，街坊邻居都不敢再买我们的豆制品。证据已经齐全，等御史抵达，便能将这群贪腐官员、纵火凶徒一并押解回京。昭宁暗中勾结外臣，祸乱地方的罪证又多了一重。当年我只盼寻回女儿，护你一生安稳，从未想过我的佼佼仅凭一间豆腐屋便能护住南北无数百姓。从来不是我护住他们，是当年养父母教我的本分，让我懂得做生意不能只图银两，心中要装着依靠产业谋生的普通人。昭宁罔顾皇恩，勾结外戚余孽，搅动地方祸乱，残害百姓，罪证确凿。即日起，撤销申公所有工人侍卫，仅留2名老嬷嬷看守，终生禁足，永世不得出宫。外戚全族贬为庶民，尽数抄没家产田产，根除余孽，以正朝纲。着即彻查外戚一族，凡涉案者，一概严惩，绝不姑息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东家，不好了！商行门口被数百流民围住，个个举着布条控诉咱们哄抬豆价，压榨百姓，死活不肯退让，客人根本进不来。沈佼佼垄断南北豆制品，抬高豆价，
底层百姓买不起豆腐，活活挨饿。今日必须给我们流民一个说法。王妃，领头之人是裴彦州众先收买的地痞，身后数百流民，皆是每日发放银两雇来的。真正贫苦流民被他们挡在巷外，不准靠近。四皇子妃，商行垄断豆货，抬高物价，致使流民困苦。此事你作何解释？民间商户坐拥庞大产业，不思体恤百姓，反倒借机敛财，实在有损皇家颜面。二皇兄仅凭一群过来闹事的流民，便断定审计商行哄抬物价，未免太过武断。若不是你大婚当日认亲退婚，裴家怎会落得流放边疆的下场？今日我便杀了你，为裴家满门报仇！裴家侵占商户田产，勾结外戚，垄断粮食，罪证确凿，陛下亲旨流放全族，你不知悔改，反倒收买流民，持刀行凶，罪加一等。侯夫人，商行蒸蒸日上，我等也想略尽夹力，共谋福祉。不少世家愿意入股，帮你扩大产业，于商行有利无害，你为何技术婉拒？世家入股必会插手定价、供货，为了谋取暴利抬高物价，最后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。沈姬从青石巷一间小铺起家，初心是凭手艺安稳谋生，接济穷苦人。一旦沾染世家逐利的算计，便丢了根本。产业不必无限扩张，守住本心，护住依靠商行谋生的百姓便足够。世人经商皆求金银万顷，唯有你心中装着万民生计，这份格局远胜京中所有世家女子。殿下不必抬高我，我只是不愿变成当年打压我的裴家外戚。日后我若登基，定要推行完整商贸立法，杜绝世家权贵欺压小商户，让天下所有凭手艺谋生之人都能如同你般安稳立足，不必低头求人。王妃，如今夺位之争凶险，审计商行产业庞大，极易被二皇子抓住把柄，大做文章。不如暂时闭门歇业，待殿下顺利登基，再重新开张。小角，宫变凶险，商行人流泛杂，容易混入刺客，不如暂且放下生意，随我住进侯府深宅，安稳避祸。商行不能关，南北数千工坊伙计，技艺学堂数百宫儿女子，沿途数十村镇供货农户，全部依靠审计维持生计。一旦商行关定，数千人瞬间失去收入，灾年将至，他们无以为生。二皇子想要拿商行攻击景恒，即便我闭门不出，他依旧能凭空捏造罪名，躲是躲不过的。与其困在深宅被动等候祸事，不如守住商行，稳住民间民心，百姓皆知审计惠民，便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。依他所言，商行照常运营，按位分层驻守所有工坊店，严防刺客混入。但凡有人借商行生事，不必隐忍，直接取证送交御史。江山纷争是朝堂之事，百姓生计不可牵连其中。计划提前，今夜京城要变天了。一路去四皇子府，一路强攻审计商行，制造混乱，趁乱入宫。斩杀沈娇娇，断四皇子左膀右臂，今日踏平审计商行。两队暗卫守住左右回廊，切断死士后路，一队支援正门伙计速去后院点燃联络烟火。全员侍卫严守皇宫宫门，寸步不离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余下王府护卫随我驰援青石巷。下次遇袭，务必第一时间躲进密室，不要孤身站在前头。攻防伙计都在前线抵抗，我身为东家，怎能独自躲藏？自今日起，你们寸步不离守在王妃身侧，昼夜轮换，不得有片刻疏失。这是二皇子与外藩的密信，这是他收买死士的账目，还有人证的亲笔供证。废二皇子就位，撤销所有职衔封地，打入天牢，永世不得释放。朕见过无数世家贵女，人人贪图荣华富贵，一心只想入宫争宠，唯独你手握偌大产业，却一心体恤百姓，不贪权势，不慕浮华。景恒有你相伴，是江山之幸。乙女不过是守着一间豆腐房，做分内之事，不敢当陛下夸赞。
传位于四皇子萧景恒即刻登基。定国侯萧策执掌边关兵权，辅佐新帝，制衡朝堂文武，安定大燕江山。百官要求你关停商行，入深宫学习后宫如何打算。无论你作何选择，我都依你。我愿意做你的皇后，陪你共治天下，却不愿舍弃审计商行困在深宫。后宫礼制我可以学，皇后本分我会守，但南北工厂、商户帮会、技艺学堂我不能放手。朝堂百官觉得商贾低贱，那我便用商行实教证明，实业可剜民，可稳物价，可救济流民。往后皇宫西侧依旧保留一间小斗房，闲暇之时我依旧磨豆制斧。平日大半时日，我会出宫打理商行，对接全国商户，收集民间民生诉求，整理成册递入御书房，为你推行商贸新政提供依据。帝后不必困于深宫高墙，你守朝堂江山，我护民间实业，二者并行，互不拖累。世间皇后皆困于六宫粉黛，唯独我的皇后坐拥万里民生实业。你的心意便是我的旨意。明日早朝，我当众佛会百官奏折，下特旨，皇后可自由出入皇宫打理民间商昌，任何人不得阻拦非议。百年景和。第一道圣旨，驳回百官请皇后关停商行奏折，昭告天下，皇后沈娇娇所创审计商行无需拘束深宫，准许自由出入宫闱打理民间产，皇室永不干涉，朝野百官不得无端非议阻拦。吾皇万万岁！众卿平身，往后朝堂务实民间安宁，你我君臣同心，共守大燕安稳。深宫尊荣皆是虚浮，守住市井烟火才是真的安稳民心。今日朝堂收到数道民间奏折，皆言平价粮豆惠及百姓，皆是你的功劳。非我一人之功，是百姓勤恳谋生，朝堂顺势兜底，方能长治久安。日日看你推磨，方知人间盛世从来都藏在这一推一拉的烟火寻常里。陛下，士农商商尊卑有序，自古商贾为末。今新法抬高商户，减免商税，乱千年礼制，损世家体面，恳请陛下即刻废弛，以正朝纲。天下万民，士农工商皆为根基，无商户流通物资，农户粮食无处售卖，百姓衣食无足。你们身居高门，衣食无忧，从未见过底层百姓谋生之苦，一味轻视商贾，不顾民间疾苦，何以为朝廷臣子？臣目光短浅，愧对万民，愧对陛下。景恒，我近日时常回想幼时失散之事，总觉当年山匪掳劫太过蹊跷，此事当真只是外戚作乱那般简单吗？都退下，今夜无需值守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庭院。当年外戚策划山匪劫杀侯府车马，目的不止掳走年幼的你，拿捏定国侯，更深一层，是为了当年尚未登基的先帝。彼时先帝还是皇子，与外戚争夺储位。定国侯手握30万边军，是先帝最大主力。外戚掳走你，一是要挟萧策放弃支持先帝，二是打算待大局稳定后，将你永久其命，甚至暗中除掉，斩断侯封血脉。原来我从来都不是意外失散，从头到尾都是朝堂权争的棋子。当年养父母我并非偶然，养父母本是先帝暗中安插在城外的民间暗线，负责庇护落难之人。山匪掳走你之后，中途遭遇江湖义士拦截，慌乱之下将襁褓中的你丢弃在破门。先帝提前吩咐暗线留意城外弃婴，养父母发现你时，一眼认出你身上的半枚玉锁，知晓是定国侯之女，便顶着风险收养你20年，暗中派人定期向先帝传递你的消息。只是外戚势力封锁线索，消息屡屡半路被劫，萧策与侯夫人始终无法寻到你的准确下落。爹娘一生不移，待人温和，从不说朝堂权谋宫中秘辛，竟为我扛下了20年的风雨杀机。养父母早已离世，为何从未向我透露半毫？先帝下令，不可让你知晓身世，以免外戚察觉再次对你下杀手。养父母一生守密，直至临终才敢将半颗玉锁交于你，叮嘱你等候持另一半玉锁之人。他们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，20年里无数次躲过外戚探查，才保你平安长大。他们护我长大，教我善良谋生，从不教我恨，不教我争，便是最好的守护。如今外戚二皇子裴家残余尽数伏法，所有隐患清楚，
你再不必担惊受怕。明日我们一同前往养父母坟前祭拜，以皇后、新帝之礼，厚葬2位老人，告慰他们20年守护之功。好，我想亲自告诉二老，山河安稳，恶人伏法，我平安顺累，终不负他们半生守护。2位义士以身护我侯府血脉，隐忍20年，功德无上，值得万民感念。多谢二老护我皎皎平安长大，此生恩情永世难报。爹娘有一生仁善，最愿见百姓安稳谋生，贫苦之人有处可依。我立此学堂，承其本心，护万千寒门百姓，替他们守尽人间烟火。皇后母仪天下，当安居六宫，表率后宫，日日奔波，市井伤皇，有失中宫威严。还望娘娘收回伤势，静心打理内廷，为皇室绵延子嗣。5年新政落地，市井安顿，朝堂清明，世家垄断之势尽破，这万家烟火安顿，大半皆是你的功劳。非我一人之功，是朝堂新政兜底，是百姓勤恳谋生。你守江山安顿，我护民生富养，各司其职而已。又是流落市井，靠手艺谋生，如今执掌万民实业，安民兴商，你远比为父预想的更加通透果断。若非爹娘当年舍命守护，若非父亲与陛下一路相护，我也难有今日安稳，皆是众人成全。学好手艺，踏实谋生，往后不必流离失所，凭一己之力便能安稳度日，便是世间最好的出路。我争尽深宫荣宠，朝堂权誉，到头来困死冷宫。他不求虚名，却得万民称颂，终究是我输得彻底。我执念家族荣辱，满心仇怨妄图翻盘，终究是格局狭隘，自取灭亡。从前鄙视市井商事，如今方知，能安民济民的本事，远比门第虚名更加尊贵。世人私下议论纷纷，皆言沈皎皎手握南北庞大商行，坐拥巨额财富，手握实权，大可借财力兵列，干预朝政，掌控朝局。可沈皎皎始终恪守本心，立规矩自主，从不越界。彻政为国，各司其职，方得长治久安。手握实权，不为争权，只为护万民安稳，守本心初心。从青石巷到宫墙内，磨盘未改，本心未移，守烟火，护民生，便是我此生最安稳的归宿。百官昨日又递折子，劝你关停商行，安居后宫，你心中可有动摇？从未动摇。当年我在青石巷磨豆腐，靠一双手养活自己。如今我是一国皇后，手中产业能养活数万百姓，二者并不冲突。世人总说女子嫁入皇室，便要舍弃自身所有，困于深宫，相夫教子。可我偏不信这个道理。你做你的帝王，守万里江山朝堂，我守我的商行，护世间底层民生。我们是夫妻，亦是彼此最坚实的同路人，不必为对方抹去自己的本心。当年10年前，我在青石巷被恶犬追赶，是你拿豆芽饼救我。10年后，我登上帝位，护你不受权贵折辱。往后岁岁年年，朝堂有我为你挡风雨，民间实业有你替我安万民。这一生，我们互不捆绑，彼此成全，半生羁绊，一所圆满。岁岁年年，你我皆是彼此唯一的归宿与成全。人间盛世，从不是深宫繁华，而是市井无忧，百姓安乐。有你在侧，江山的安徽烟火寻常，便是人间最好的盛世。陛下如今坐拥万里江山，可还记得当年那个怕恶犬躲在豆腐铺里哭的少年？记得，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当年那个递豆渣饼、煮豆花安抚我的小姑娘，如今依旧在我身边，从未变过。